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刚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刃牙》第一季的最后一集，范马勇次郎 vs 余地独步。在这之前，先说一下高红叶这个人，他是高昂生的哥哥，兄弟俩感情很好。红叶医生医术非常高明，几个小时的手术对他来说半个小时就完成了，长了一张美女的脸，但实际上是个肌肉猛男。当然，他找刃牙打架的原因不是为了给弟弟复仇，而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研究成果。他已经将自己的身体锻炼到了极限，不过因为这张脸，他经常受到别人的挑衅。怎么，你们肌肉猛男也有鄙视链的吗？红叶用短跑选手的机动性绕后，拳击选手的爆发性挥拳，最后摔跤选手的柔弱性抱摔，三招轻松解决对手。余地宅邸中，独步一大早起来用井水冲凉后对镜自赏一身肌肉。他今年已经55岁了，肌肉、速度、力量还在能完全发挥的年纪。临走前，夫人下江为他打火花祈福。独步想着这次获胜归来，好好的安慰自己的夫人：“你在这立什么必死 flag 呢？收回收回！”有史以来最精彩的决斗正式开始，武神余地独步对战王牙勇次郎。独步首先冲上去，骑在勇次郎背上绞杀。独步和刃牙不一样，单从体重上就可以完全将人压制住。他的绞杀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但勇次郎却突然转身朝观众席冲刺，着实把观众们吓得够呛。勇次郎蹬着围栏借力跃起，整个人就像要起飞一样，随后狠狠砸向地面，顿时掀起浓浓烟尘。烟尘中，独步一脚踹出，将勇次郎逼腿，紧接着冲到他面前，抬脚挥下。勇次郎以手成盾，露出了狰狞的笑容。他突然放弃防守，径直走向独步。紧张防守的独步一拳挥出，却被对方轻松侧身躲开，紧跟着就是一击。观众们都还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独步就已经倒在了地上。只有乙藏明白，勇次郎是用了琉球王国的神秘格斗技御电手，以快速动作御敌的无敌招式，而且根本没有机会还手。独步被打倒之后，又站起来摆出了防守的姿势，两个人的身上出现了一层圆形的气场。勇次郎再次走向独步，两人的气场也因此相撞，或者说两人的气场相融了。勇次郎挥臂砸向独步，但这次独步比他更快，还没等勇次郎攻击，他突然挥拳砸向勇次郎心口，无比强悍的五连拳。勇次郎无力地倒在地上，地表最强生物居然输了。御电手就是以毫无防备的姿态让对手做出攻击，然后在趁进攻的时候做出反击。而独步想出的招式就是用向前阻挡的最老式的防御招式，最先出手的就是最不利的人。不过要说独步这几拳打倒勇次郎了吗？其实并没有，勇次郎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他只是在演而已。勇次郎冲上去就是一套快速的连击，独步完全没有任何还击的余地，防守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。勇次郎一拳将独步轰到擂台边缘，突然独步的眼神逐渐开始痴呆，眼珠在眼眶里转来转去，这次居然将勇次郎的攻击滴水不漏的挡了下来。观战的乙藏大声解说，独步使用的是三眼，发源于印度，据说是为了挡住背后的攻击的绝对防御。独步继而对勇次郎发起反击，没能阻止独步送菜的刃牙简直是看啥不对劲儿，练习的时候也心不在焉的，最后还是跑去观战了。一看到儿子出现，被动挨打的勇次郎支棱的那叫一个快，突然大吼一声，当场暴衣，行了，不玩了，得在儿子面前好好表现一下。说着，勇次郎举起手臂，转过身体，只见他背上的肌肉组成了一张可怖的鬼脸，这就是魔鬼的真面目。勇次郎在战场上一直都是赤手空拳的战斗，将自己的身体化为武器。他背上的鬼面不是因为肌肉异常引起的，而是在战争中积累的格斗者的结晶。眼前的一幕让独步目瞪口呆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勇次郎已经一脚踹了上来，只一脚就让他的手臂血流不止，紧接着又是一套速度极快的乱拳。独步的防守根本不起任何作用，很快就被打得遍体鳞伤。空手道再怎么精湛，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技术，但是勇次郎已经不是人了，甚至他的必杀技万手无疆对勇次郎都毫无作用。勇次郎双手一阵鼓膜，独步当场倒地不起。战斗很快就结束了，勇次郎信步离开。正当裁判准备宣布比赛结果的时候，独步又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虽然他现在几乎全身骨折加脑内出血。独步摆好姿势冲向勇次郎，这一举动无疑是螳臂挡车。勇次郎一击震碎了他的一只眼，随后他张开双臂猛地发力，两拳轰向独步的腹部，这两拳几乎灌注了他全力的体重。不等独步反击，勇次郎转头离开了格斗场，因为没有必要比下去了，独步已经死了。勇次郎平静地道出了独步的死讯。抬到医务室的时候，独步的脉搏和瞳孔已经完全停掉了，医生抢救了半天依旧没有任何反应。围观这一幕的刃牙不住的浑身颤抖，而此时红叶推门而入，说自己来试试。他将针扎入独步体内，然后直接将手通过皮肤深入按摩心脏。2下过后，独步恢复了心跳。下一场红叶和刃牙的比赛即将开始。刃牙现在的情绪很不对劲，一半是目睹独步的死亡，一半则是赛前一个坐着轮椅的女孩找到了他。刃牙这才知道红叶是无牌医生，但是确实是业内最棒的医生。他经常和无法治疗或者伤势太重的患者签订生死契约，付出巨额的医药费进行手术，但是手术
术结束之后，他们却没有痊愈，找他理论也只是被告知他的医术超越了现代医学，让他们慢慢等着。最后他们调查发现，红叶给他们实施的手术至今为止都没有成功的案例，他只是在用病人做实验。原本就目睹了生命脆弱的刃牙，这一下彻底破防了。于是就有现在面无表情的一幕。比赛铜锣响的瞬间，刃牙就冲上去对着红叶的脸来了一拳，然后提着他甩溜出去，速度快的让人咋舌。刃牙对着红叶一顿胖揍，这可不是比赛，而是对他的制裁。比赛过了不到5分钟，刃牙就已经把红叶打趴了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红叶再次站了起来，对着刃牙猖狂大笑，并且疯狂的嘲讽着那些围观的病患。患者恢复不了，才不是他的医术问题，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太菜了。红叶进入守备模式，在刃牙的一招直拳下，趁机将人拽住，一顿暴揍。虽然刃牙表面上是在挨打，但其实红叶的攻击都被他预料到了，所以施加在他身上的力量产生了偏差，也就是说攻击没有任何作用。当然红叶也没有使出全力，他趁着刃牙踹来之时，一把勒住刃牙的脖子，然后对着他的肩胛骨发力，这里是骨折最痛的地方。解剖术其实是个格斗技有关的医术，了解人体结构就知道哪些地方是致命的。红叶对着刃牙的人体就开始讲解，又是捅肾又是拍心，打得刃牙几度昏迷，又凭借格斗家的本能站了起来。当然红叶的最终目标不是刃牙，而是观战的永次郎。永次郎也成功被他的挑衅激怒，闯入战斗。刃牙回过神来，那叫一个气，你拿我当挑战我爹的踏板是吗？给老子爬！看到这样的刃牙，永次郎反倒明白了，他退出了格斗场，并断定红叶会败在刃牙的下一击之下。刃牙神情肃穆地摆出了攻击的姿势，红叶也开始了他的绝对防守。刃牙一拳挥来，红叶自信满满，脸和要害他已经挡住了。刃牙能攻击的部分只有肌肉，剩下的部位不是他的死穴。但没想到刃牙的灌注全身力量的一拳，结结实实地轰在了红叶的腹部，红叶当场吐血倒地。刃牙刚才使用的一击是固体术，在进攻的瞬间将肌肉全部固定在拳头上，将自身关节固定，将自己全身的体重借由拳头散发。也就是说，红叶挨的那一拳少说也要100多斤，这4个人都得倒。红叶整个胃都被刃牙打破了。正躺在医务室痛苦不堪的时候，刃牙带着那些被红叶伤害的患者走了过来。看着红叶现在的惨状，众人都沉默不语，丝毫没有大仇得报的快感。红叶现在失血过多，需要 AB 型血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坐在轮椅上的小姑娘居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表示自己是 AB 型的。她在看过刃牙的比赛后明白了，不是红叶的医术不够好，而是她自己没有站起来的勇气。她愿意去帮助红叶，因为就算是没有一颗想要救人的心，就算是顶级的医生也不会治好病人。战斗结束，刃牙依旧是地下格斗场的冠军，他再次来到那棵千年老树下，开始自己新一轮的修行。他离挑战永次郎的目标已经不远了。刃牙第1季到此结束，接下来的第2季讲述地下格斗选拔赛，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